就在刚刚过去的星期，香港发生了一宗轰动全世界的谋杀案，令很多香港人感到很震惊，甚至短期内都不敢吃肉酱意粉，不敢饮清红萝卜汤。受害人蔡天凤是香港知名连锁饮食集团的媳妇，她被前夫一家4口诱骗至香港大埔龙尾村一家村屋，先是用牛肉刀乱刀砍死，然后再分尸，用碎肉机把尸体碎掉，部分尸体包括死者头颅，煲了2大锅香港人的家常汤水青红萝卜汤。当警方持搜查令找到凶案现场时，受害人只剩下了一双小腿较为完整。最令人难以置信的，受害人和前夫一家4口关系密切，为他们家诞下2名孙儿，即使离婚了，对前夫家也百般照顾，他们竟然对他做出这重恶毒的事情。现在我们就立刻重回案发现场，揭开这宗骇人听闻，可称得上香港史上最凶残的凶杀案神秘一面。蔡天凤生于富裕家庭，15岁认识前夫邝港志，发展成为情侣，18岁结婚，婚后生下一对现年10岁及8岁的子女。2015年与前夫离婚。2016年12月与香港知名连锁饮食集团谭仔米线创办人之子结婚，成为谭仔媳妇。结婚时举办盛大婚宴，当时女方所佩戴金饰数量之多，成为了城中佳话。但据报道2人并未办理注册。二婚后生下2名女儿，现年28岁的她便已经成为香港的城中名媛，经常受各大品牌邀请出席巴黎时装周活动，在香港出席首映礼等，还不时接受时装杂志访问，被形容为时装潮流新星，业内最受欢迎、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。她也是郭富城妻子方圆的闺蜜，在网上不时发布与方圆的合照。年纪轻轻的她已经拥有超过1亿港元的资产，有多个豪宅，其中包括香港何文田加多利山一个市值超过港币6000万的物业。不过，这个物业也是这一宗凶杀案的导火线。因为如果蔡天凤不幸身亡，由于她没有和现任丈夫注册，那她超过1亿元的遗产将会由4名子女平分，在子女未成年的情况下，前夫一家便会自动成为遗产监护人。钱真的是可以令人疯狂失控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前夫一家4口，他们背景十分复杂，一家人集强奸诈骗、破产杀人于一身。短短几年之间，由平民家庭跻身香港上流社会，全家人不务正业，却可以住在香港的豪宅区，生活奢侈，完完全全是上流寄生族的真实版本。蔡天凤前夫邝港志，案发时28岁，2015年曾涉嫌透过手机社交应用程式认识4名男子，以合作投资伦敦金为借口，骗取合共500万港元，事发后被捕，上庭前期保潜逃，而被通缉6年。死者前家翁邝球，人称球哥，为人性格暴躁，原是香港警察，任职侦缉警，但2005年因为涉嫌强奸被调查而离开警队。前大伯邝港杰，案发时已经任职蔡天凤私人司机多年，他曾资助邝港杰100多万港元开设鸡蛋仔小食店，但他经营不善，最后亏损收场。不过蔡天凤对邝港杰仍然十分信任，不但聘请对方为自己的私人司机，邝港杰更以妹妹称呼蔡天凤，经常出席谭家聚会，在社交平台上不时放上与对方的合照，亦可看到钱大伯过住奢华生活，出入高级场所、餐厅，大量炫富。案发后，传媒根据法院记录，邝港杰曾多次被银行入禀追讨欠款。钱家姑李瑞香在网上流传出的照片中，我们不难发现她十分好赌，就连生日蛋糕上都写上赌运亨通。李瑞香在2017年已经被法院颁令破产。以上便是牵涉这宗案件的主要人物。由于蔡天凤与前夫育有2名分别10岁及8岁的子女，蔡天凤认未离婚对一对子女有所亏欠，所以在离婚后，她仍然很照顾2名子女及前夫一家，除了聘请钱大伯为私人司机外，更把一对子女送到国际学校读书，每月给予10万元生活费。前夫一家与现任丈夫亦不时聚会，出席一些家庭活动，
过年时更会一起食饭庆祝。而蔡天凤与前夫所生的子女，每逢节日都会出席谭家的家庭节目，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出现一家6口的合照。蔡天凤在2019年斥资7000万港元购入香港何文田加多利山一个豪宅单位，供前夫一家及一对子女居住。而为了逃避买楼的税项，这个价值7000多万的豪宅单位记在钱家翁的名下，而就是这个动作为蔡天凤招致杀身之祸。2023年2月22日凌晨，警方接获报案，报案人称其一位28岁亲友蔡天凤，于之前一天下午前往接子女放学的途中失踪。由于蔡天凤身家丰厚，背景简单，失踪前一切正常，案件马上引起警方重视。除了前夫邝港志，警方调查期间先后会见了邝家其余3人，其中钱大伯声称是最后一个见到死者的人。他说接送蔡天凤往学校在途中，他突然下车，说要处理私人事务。但是经过警方调查，案情很快便有突破性的发展。警方通过天眼监控，发现钱大伯口供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。蔡天凤并没有在途中下车，相反的，当车辆驶至香港狮子山隧道口时，蔡天凤前夫邝港志上车。在警方盘问邝家众人时，邝家个人口供不一，前后矛盾，表现极不合作。经过一轮盘问，警方套出蔡天凤与邝家有多笔金钱纠纷，总值超过1000万。在今年年初，蔡天凤打算出售之前记在邝球名下的豪宅物业，为他们另觅住处。邝球眼见见财化水，与蔡天凤大吵一场，并扬言如果真的出售物业，会杀死他。时间来到2月23日，蔡天凤仍然失踪，但同时下落不明的前夫曾致电谭家，质问为何要报警，期间情绪激动。这个电话亦令谭家觉得前夫一家必然牵涉其中。综合以上各点，警方得出一个结论：邝家全家都有重大嫌疑，而且前夫邝港志更是下落不明，已经有足够理由怀疑蔡天凤已经遇害。在警方密集的盘问之下，邝家3人终于有人抵受不住，透露出惊人的案情。在蔡天凤失踪当天，前夫在狮子山隧道上车后便袭击蔡天凤，令对方失去意识。钱大伯则负责把车驶至香港大埔龙尾村，因为那里有钱家翁邝球与他情妇在1个月前已经租下的村屋，并且购买了不同工具，当中包括牛肉刀、猪肉刀、碎肉机、电锯、一大一小的汤包，其中大的汤包足足有半米高。最后更准备了香港人日常煲汤会预备的材料：青萝卜、红萝卜。邝家的3名男子就在一间毫不起眼的村屋内进行了杀人分尸的行动。2月24日下午，警方大队人马至法庭搜查令到村屋，打开了令世人震惊的大门。警方在村屋内找到之前所说的大量分尸工具，全屋最完整的就是冰箱内找到2条小腿和2条已经削至见骨的大腿。在厨房内发现一大一小汤包，包内布满了肉块，夹杂住青萝卜和红萝卜，初步怀疑就是失踪的蔡天凤。汤的表层布满凝固脂肪、啫喱状物体，不适合做现场化验。为了证物的完整性，决定原封不动把2个包搬到殓房，由法医进行化验。在其中1包汤内发现了死者头骨，此时的头骨已经骨肉分离。2月25日下午，警方根据线报在香港东涌码头埋伏，当场拘捕了一直失踪的前夫邝港志。当时他准备坐快艇逃往中国内地，身上除了有50万港币现金，还有多只名表，价值超过200万。在拘捕邝港志后，亦令香港警方牵出了本案最后一个涉案人物邝球情妇，一名在深水埗按摩店工作的吴姓女子。该名女子除了是与邝球以夫妻名义一起租了杀人分尸的村屋，更以4万元月租九龙站豪宅凯旋门，窝藏企图潜逃的死者前夫。警方表示，所有与案件有关的疑犯都已经被捕。这宗凶案的恐怖之处在于邝氏一家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，而3父子更是直接进行杀人分尸，其血腥程度在香港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。
甚至比多年前的 Hello Kitty 头一案更加恐怖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案件的表面，事情的真相可能在正式上庭时才会有进一步的资料了。你对这案件有什么想法？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赞好和订阅我们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